都给老子听好了！这个月的安保费，每家每户再加成，交不出的，男的去矿上挖煤，女的给我抓回山头当丫鬟啊！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艘利钱了，镇上连个桶都榨不出来了。少废话，老东西，你敢拦我？哎呦，谁？哪个不想混的，敢拿书砸老子？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哪里冒出来的穷酸书生？还子曰？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？老子是这方圆800里的霸主黑旋风！信不信老子一巴掌把你劈成壁花？这位朱兄，夫子教导我们做人要有礼貌，作妖亦然。你打翻了张大妈的包子，踩坏了李大爷的青石板，这很不体面。体面？老子的拳头就是体面！孔先生，快跑啊！子不与怪力乱神。你干了什么？夫子的意思是，我不想说话，并打算用怪力把你打得神志不清。大爷，你管这叫书生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来了，就给我安稳稳地埋在这里吧。镇长，去拿一把加重型的开荒犁过来。这位朱兄一看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，以后镇上东头那500亩荒地就交给他了。我不服，老子是妖，吃肉的妖，你居然让我来拉犁，这是对妖格的侮辱。子曰：“30而立。”什么意思？欺负老子没文化？意思是，如果你不好好干活，我就抽你30鞭子，直到你乖乖站立起来拉犁为止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妖界的典籍里没说过人类书生这么可怕啊！我要回家。我拉还不行吗？只要包吃包住，我就是和平镇最勤劳的猪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，这地底下有铁板啊！这是上古灵脉，发财了！孔先生，咱们挖出灵脉了，这要是拿到妖界去卖，能换好几座山头。子曰：“见利思义。”这又是啥意思啊？意思是看到好东西，首先要思考怎么把它据为己有。这灵脉既然在我和平镇的地界上，那就是我孔某人的私有财产，也是咱们镇未来的启动资金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竟然是无主的高阶灵脉！完了，孔先生是隔壁黑风洞的风狼精，这家伙速度极快，心狠手辣，是片有名的狠角色。哦，风狼跑得很快吗？快得连影子都看不见，咱们赶紧跑吧！跑？我的字典里除了下班，没有跑这个字。黑旋风，你这头猪怎么沦落到给人族拉犁了？真是丢尽了我们妖族的脸！你懂个屁！这叫劳动改造！我劝你赶紧下来，给孔先生磕个头。大言不惭！等我把这个小白脸书生撕成碎片，再把这灵脉吸干。这位郎兄，随便动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。废话真多，受死！疾风刃！孔先生小心，这招我以前挨过，能刮掉一层皮。太慢了。狂妄，给我碎！这不可能！我的疾风刃连生铁都能劈开，你一个人类怎么可能空手接住？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放开我！夫子的意思是，如果不学好物理这门诗片，你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大放厥词。这压迫感，他根本不是人，他是披着人皮的洪荒巨兽！泰山压顶，
黑旋风，到，孔先生您吩咐。把他给我抠出来，用水泼醒。别打了，我服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看你速度挺快，体力也不错。既然地下挖出灵脉，那这里的土质就发生了变异，是最上等的建筑材料。我宣布，和平镇第1砖窑厂今天正式挂牌成立。砖窑厂，你要干什么？你速度快，负责和泥脱胚；黑旋风力气大，负责搬砖进窑。你们俩实行计件工资制，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。那包吃住吗？包，不仅包吃住，干得好年底还发年终奖。废物，2个大妖人被一个人类抓去搬砖，看来还得本姑娘亲自出马，让他知道什么叫温柔乡英雄种。合同已经生效，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四处流窜的盲流妖，而是我和平镇第1砖窑厂的正式员工，拥有合法工身份。这算哪门子合同？每天干6个时辰，底薪就管2顿杂粮面，还要扣绩效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夫子的意思是，君子干活的时候不要总想着吃饱，更别指望住得舒服。你们现在的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。狼哥，别废话了，那面条我刚才尝了一口，还握了个鸡蛋呢，在妖王手下哪有这待遇？你这头蠢猪，1顿面条就把你收买了？老子可是高贵的疯狼，让我去混你？高贵？那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里的企文化。我去混你？想我堂堂疾风刃的主人，竟然落到用脚踩泥巴！等老子恢复元气，一定把这破镇子夷为平地！狼哥，你脚下快点啊！窑里的火候到了，供不上砖，孔先生可是要扣绩效的。催，你赶着去投胎啊！老子腿骨倒腾断了。这生产力，若是放在那个世界，妥妥的劳模。看来还得给他们加点担子。蠢猪，快醒醒！哎呦，天亮了，要搬砖了，我搬。搬你个头！趁着那个变态书生睡着了，咱们跑路。跑路不好吧？明天早上还有肉包子吃呢。吃，再干下去，咱俩就得累死在砖窑里。走。长夜漫漫，两位也是来喝茶的？孔先生，大半夜的，您还没歇着呢？那个，我们起来解个手，顺便消消食，这就回去睡觉。站住！子曰：因材施教。这又是什么歪理？夫子的意思是，既然你们两个蠢材想要逃跑，那我就必须亲自教教你们什么叫社会险恶。拼了！老子就不信你一个人类能防得住老子的暗杀！啊！我的手！速度是有了，可惜力量太弱。明天和泥的标准再翻1倍，就当是力量训练了。孔先生，我没想跑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我生是砖窑的猪，死是砖窑的死猪。很好，觉悟很高。去把他拖回去。明天早上要是误了工，我把你们俩倒吊起来抽。大家加把劲儿，前面就是和平镇了。听说那里有活干，能吃饱饭。希望别再遇到妖怪了。咱们村子就是被妖兽给踩平的。妖怪！有妖怪！有朋自远方来，黑旋风，给客人们整点活儿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不要慌，不要怕。狼哥，上道具。
这妖怪是在干什么？哼，老黑，你忍着点啊，我这准头可不太好。少废话，孔先生看着呢，给我用力砸，砸出气势来。承让承让，胸口碎大石，和平镇砖窑厂独家直活。诸位莫怕，这是我和平镇的正式员工。在和平镇，妖怪也是要讲规矩、讲道理的。只要你们愿意付出劳动，镇上管吃管住。子曰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把那发霉的扔了，吃这个。孔先生，我们愿意干活，只要有口饭吃，什么活都行。很好，风狼，带他们去人事处登记。黑旋风，把砖窑厂埋新盖的宿舍腾出来，安排大家入住。有点意思，这书生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孔先生，出大事了！新来的难民太多，咱们镇上的存粮昨天就已经见底了。今天早大家伙熬了的粥，清的都能照人影来。子曰：“民以食为天，没有碳水，怎么能有优质的劳动力？”可是镇子外头那500亩荒地虽然开出来了，也撒速生麦种，但长收割车至少还要1个月了。1个月太慢了，在我的字典里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走，去田里。先生，我真的不会种地啊！我是高贵的风狼，我的疾风刃是用来杀敌的，不是用来割草的。纠正一下，这不是草，这是你下半年的伙食。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这又怎么解释啊？意思是，温习一下昨天被我打在地里的痛苦，你就会知道今天该用什么心式割麦子。懂？懂，我太懂了，不就是割麦子吗？看我的！疾风刃，终极绝艺，狂风乱舞。狼哥，你慢点，我狂要满了。哎呦，你镰刀别刮我屁股！这妖怪割麦子，比咱们全村人一起上还要快1倍啊！神了！真是神了，孔先生，咱们有救了！黑旋风，你个瘪犊子玩意儿！这个月的保会怎么还没交到妖郎宫？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小的们，给我进去砸！黑旋风那个蠢猪要是敢藏起来，就把这破子夷为平地！哎呦，小黑呀，你轻点推，这磨得太细了，没有嚼劲。好嘞，大妈，您放心，这力道拿捏得死死的。磨完这锅，我还得去帮李大爷通下水道呢。黑旋风，你他妈脑子进水了！你一个吃人的大妖，在这里给两脚羊磨面，咱们妖族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黄老八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现在是和平镇第1砖窑厂的正式工，不仅包吃包住，孔先生还承诺年底给我交5险1金。你懂什么是5险1金吗？王柳，五什么金？你被这群两脚一洗脑了吧？把这个叛徒给我绑了，带回妖郎宫抽筋扒骨！我可是签了劳动合同的，受和平镇劳动法保护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敢管妖王宫的闲事？子曰：“损坏公物，照价赔偿。”这上等红木轿子木材不错，正好我们砖窑厂的锅炉缺点上好的劈柴，加上你们吓到了我的员工，精神损费、误工费算下来，你把自己卖了都不够赔的。放肆！一个酸腐书生也敢敲诈到本大爷头上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妖怪！啊！受死吧，臭书散！
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我说了讲规矩。放开我！我是妖王宫的财务总管，你敢动我，妖王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财务总管，那算账一定很快了。黑旋风，到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把这顶轿子拆了，劈成均匀的木柴送去罗炉房。至于这位黄八爷，既然砸坏了我的东西，那就劳改还债。从今天起，和平镇所有的面粉都由你来磨，每天不磨够2000斤，不许吃饭。你做梦！老子就是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绝对不会给你推磨。我退，我这就退。先生需要磨多细，您尽管吩咐。白天看你制服黄八爷，果然有一身蛮力。你来的正好。子曰：温故而新。这是和平镇这3个月的收支流水。你既然大半夜不睡觉，就把这些账给我平了。算错一笔，扣你10年阳寿。孔先生，您真会开玩笑。子曰：非礼勿视。另外，我这人有点强迫症，账面不平，我浑身难受。没关系。我们和平镇讲究赏罚分明，算对一夜，奖励你明天早上吃个白面馒头；算错一笔，弹一个脑瓜崩。哎呀，这笔买青砖的钱，好对不上呢。先生，您要怎么惩罚奴家呀？子曰：小惩大戒。你来真的？夫子的意思，既然你犯了小错，那我就必须给你个大大的警告。还要继续算错吗？我算，我可是妖界心算第1名，别弹了，再弹脑浆子吐赢了。那是妖王宫的白姑姑吧？怎么被折磨成这样了？嘘，小点声！在孔先生这儿长得越好看，干活越狠，赶紧去搬砖，别回头让先生抓咱们来对账。平了，1文钱都不差，孔先生，我平了。字迹工整，条理清晰，连小数点后面的损耗都算得一清二楚。芊芊，你真是个被魅惑术耽误的财务奇才。多谢先生夸奖。另外，先生，我发现镇上砖窑厂上个月的伙食费超摘了3%。黑旋风那头猪太能吃了，我建议把它的肉包子换成窝窝头，每个月能省下2两银子。很好，进入角色很快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和平镇的财务总监，掌管镇上一切开销。疯了，我可是来吸他阳气的，怎么突然开始心疼起他的钱来了？黑旋风，你扣钱了！一把铁80文钱，你这个月绩效没了，以后干活脚底长点眼。镇上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白姑姑，你变了，你以前在妖王宫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视金钱如粪土的。闭嘴，干活！再废话，晚上窝窝头减半。芊芊，芊芊，我的芊芊，你受苦了，我来救你了。卑鄙的人类书生，快把我的女神交出来，否则我踏平你这破寨子！
你看你都瘦了，这该死的人类竟然让你穿这种破衣服！别怕，我这就宰了他，带你回妖王宫吃香的喝辣的。站住！芊芊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他用什么法术控制了你？村口主告道用的是上好的云纹青石，一块造价500文，人工铺设费1块50文。你刚才一共踩碎了12块，砸烂了中心区域一大片。材料费加人工费，再算上道路损坏导致的商队延误费，总计120两白银。给钱！芊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钱不钱的？咱们妖族办事从来不给钱啊！不给钱？那可是老娘熬了3个通宵才抠出来的预算，你敢砸老娘的工程？芊芊，你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你的！救你个大头鬼！赔老娘的青石板！财务总监疯起来比先生还可怕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没钱，我真没钱啊！没钱？没钱就拿命抵！老娘今天就把你这身熊皮扒了卖钱填账！芊芊，冷静。子曰：和气生财，动不动就扒皮，太血腥了，不符合我们和平镇的价值观。这位熊兄，既然你没钱赔，那就只能肉偿了。我看你力气挺大，刚好我们镇上要修个水库，打灰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一天管3顿饭。先生，咱们真要去那个和平镇？听说那里全是大妖，连妖王宫的人进去出来，咱们这不是去送菜吗？你富贵险中求，这种被妖怪占领的荒村，肯定遍地都是有事无助猎兽，懂什么行情？咱们随便拿几块破布，就能换回1车好东西。妈耶，是黑风洞的疾风大王！狼大王饶命！我们一身肥肉酸得很，不好吃啊！谁要吃你们？车辙印伸过警戒线2寸，超载50斤，压坏了我们镇的特级路面，罚款200文。拿着罚单去前面财务处缴费。下次再敢超载，本大王拉你去砖窑厂和泥，放行。天哪！这些凶名赫赫的大妖居然在干苦力，这镇子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人？上古灵脉的土烧制的灵砖，这可是修仙宗门抢破头的好东西。看来这镇子的主人是个空有武力不懂经商的莽夫。今天这笔横财，我钱某人吃定了。伙计们，带上礼物，咱们去会会这里的镇长。孔镇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这穷乡僻壤的，砖头堆在外面也是落灰。我钱某人心善，就当是扶贫了。那些发蓝光的青砖，我全包了，1文铜钱1块。有朋自远方来，孔站长果然是读书人，懂规矩。既然朋友，这价格……芊芊，关门，放算吧。1文钱1块，钱先生，你当这是在妖王门口买大白菜呢？我们和平镇的青砖取材于上古灵脉核心土层，由妖界知名推技机黑旋风纯手工挖掘，再由疾风大王风狼精以急速脱坯，最后入恒温窑烧制。这是包含着妖族大能汗水的高附加值产品。那1白金管的意思多少钱？出厂价50两白银1车，概不还价。另外，你们商队的马车镇上停靠，要收场地占用费；你们呼吸了我们镇经过灵气净化的空气，要收环境维护费。哼，总计2000两白银，现款结清。2000两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孔镇长，我敬你是个人物，才跟你谈生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这支商队可是受人如大宗门浩然宗庇护的。
你们敢宰我，信不信浩然宗的仙长一剑削平了你们这喷子？先生，这几个胖子是不是不想给钱？要不要我把他们塞进水泥桶里搅一搅？刚好水库大坝还缺几个打桩的。我给2000两，1分不少。很好。子曰：和气生财。通知全体员工，今晚广场集合，发工资。狼哥，先生把咱们都叫过来，还摆出这么多银子，不会是断头饭吧？难道咱们干活太慢，先生要把咱们卖了？闭嘴，你个乌鸦嘴！我今天踩泥踩的脚底板都起泡了，先生绝对不会卖我的。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只为了一件事。和平镇第一批建材已经顺利出售，按照我们当初签的合同，多劳多得。芊芊，念名字。黑旋风，本月全勤，超额完成搬砖任务300趟，基础工资加绩效奖金，共计10两白银。我的，给我的。我当了300年的妖啊！以前在妖王手下，天天挨打不说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赚到钱。孔先生，你就是我亲爹！誓死效忠先生，誓死保卫和平镇。谁敢欠我们工资，我们就扒了他的皮！妖孽横行，乌烟瘴气，我乃浩然宗首徒。尔等妖魔竟敢光天化日之下盘别我人族商队，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，把所有的灵砖和这些不义财全部交出来，本座或许能留你们一条全尸。子曰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老黑，去镇外把那个废弃的汉井清理一下。清理汉王干啥？既然这位仙长从天上来了，我总得帮他找个安静的地方长眠。去挖坑要深一点的。凡夫俗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。本座这柄穿云剑，乃是采集9天玄铁打造，削铁如泥。今日就拿你这酸如祭剑。先生小心，这剑气能穿透山岩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没有半点灵力波动的人类，怎么可能空手接住我的飞剑？子曰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念什么咒语？夫子的意思是，既然你大老远飞来了，我就大发慈悲，让你安安稳的葬在这里。老黑，坑挖好了吗？报告先生，汉井挖好了。很好。填土，踩实一点。先生，这可是浩然宗的人，打了小的，肯定会来老的。咱们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了？庶子敢来，竟敢伤我爱徒！今日老夫要将这和平镇夷为平地！芊芊，快拿算盘记一下，这天上飞的可全都是上等的金刚惨材啊！咱们镇的流水扇设备又着落了。无知狂徒，老夫乃浩然宗执法长老，交出我徒儿，再把你们镇上的灵砖和妖丹全部上缴，老夫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。芊芊，算清楚了吗？粗略估算，天上大概有120把飞剑，如果全部熔掉，刚好够打造10台大型脚踏车身尸和1套齿轮转动，咱们的劳保好工厂立刻就能开工。很好，上面的老哥商量，把你们的剑留下，人可以去工地打灰，包吃包住。放肆！老夫纵横大汉100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人。众弟子听令，万剑归宗阵，给我杀！子曰：三神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死到临头还念酸诗。夫子的意思是，你们这么多人行凶，今天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当我的流水山老术师。
我的万剑阵，这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这不是妖法，这是物理学。老夫有玄金护心镜，你破不了我的防。老黑，带兄弟们去捡废铁，1两都别落下。这位老伯，看来要麻烦你签一份终身制的劳务合同了。都给我脚底下蹬快点！没吃饭吗？说你呢，老头儿，缝个镣手抄，线都踩歪了。你那万剑归宗的手法呢？拿出来踩缝纫去呀！今天完不成200双的定额，晚上的窝窝头取消。老夫修仙100年，马上就要结丹了，居然在这里踩缝纫机，我腿肚子都蹬转筋了。先生绝了！自从那群修仙者被咱们抓来采缝纫织之后，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大荒。哦，外面什么反应？是不是又要组织联军来打咱们？打什么呀？现在外面那些底层小妖全疯了。他们说，连高高在上的修仙宗门大能，在咱们和平镇都有班上，这说明咱们这里是真正的绝对公平。光是昨天1天就有3万头走投无路小妖涌进和平镇，主动要求被收编，咱们的人口直接爆炸了。如果不赶紧制定新的管理制，镇子会瘫痪的。肃静！我知道你们来是为了什么，为了吃饱饭，为了不再被大妖欺凌，为了不再被修仙者当成炼丹的材料。在我和平镇，只要你肯干活，不仅包吃包住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推出物显易经制度，养老、医疗、工商全都有保障。只要你在砖窑厂打灰满30年，老了以后，镇上养你。孔先生万岁！我要打灰，我要踩缝纫机，我要叫无限一。来人！我的10万先锋军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大王，别喊了！先锋军的将领听说和平镇教吴闪英昨天夜里带着10万大军连夜跑去和平镇排队填入职申请了。咱们妖王宫现在连个扫地的都没来了。先生，虽然他们是来填入职范项表的，但这可是10万正规军啊！要是真闹起事来，咱们新修的广场可就全砸了。子曰：食色，性也。老黑，把咱们镇食堂的排风扇全部对准城外，开到最大档。妖王宫的勇士们，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迷惑，什么物享易经，全都是画大旁。今天我们就踏平这破镇子，活出那个酸腐书生。队长，我好像闻到了9转大肠的味道。咱们妖王宫天天吃生草，我都快忘了肉是什么味儿了。混账！捡起你们的武器，这是幻术，全都是幻术！和平镇第1食堂现在开饭，今天特供麻辣鸳鸯锅配雪花肥牛，管够。前提是必须先去右边人事处填写入职登记表，不插队，不许大声喧哗。干饭了，冲啊！为了鸳鸯锅。反了，全反了！气杀我也！下一个，姓名、特长。妖女，就是你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蛊惑我妖界大军。今天本将军就劈了你的招募台。牛大拼是吧？妖界4线武将，我看看你的履历，在妖王宫干了800年，
现在还是个先锋，每个月俸禄只有可怜的3块下品灵石。你休要胡言！大王对我恩重如山，恩重如山。自己睁开你的牛眼看看，以你这身板和蛮力，来我们和平镇水利工程当个人形打黄记，试用期底薪50两白银，周末双休，加班费3倍，干满3年送一套2居室。50两白银，3倍加班费，这待遇，我以前在妖王宫过的简直是叫花子的日子啊！一派胡言！我牛大灿，生是妖王的人，死是妖王的鬼，绝不为5斗米折作妖！你这狐妖，受死！杀！白总监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一根木棍挡住我的开山斧！子曰：“食不言，寝不语。”你少跟我拽文！夫子的意思是，老子镇上的员工正在好好吃饭，你敢在这里大声喧哗掀桌子，我就让你永远闭上嘴。既来之，则安。签还是被我埋了当肥料，自己选。先生，我当打伤迷，我要双休。很好，签，给他发一套特大号劳保服。老黑，10万张嘴要吃饭，10万个劳动努力不能闲着。传我的命令，即刻起，全员开拔镇北面的黑水河。先生，去黑水河干嘛？那里可是寸草不生的大凶之地啊！截断黑水，炸山采石，我要修建大荒第一座超级水库和水力发电站。巴士照巴士巴士。春哥，你悠着点儿，这可是按件计费的。你这一上午都砸了300根桩了，给兄弟们留点汤喝啊！去，你懂什么？孔先生说了，这个月谁拿了工地标并，不仅发锦旗，还奖励一套精装修2居室。我丈母娘可等着看房呢。这种资本家看了都流泪错的福报，我绝不能错过。天哪，这就是底薪加提成的魅力吗？10万大军当苦力，妖王要是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能气得原地升天。不好，水里有东西，快退！是谁竟敢吵醒本大爷睡觉，还往河里倒水泥？哪里来的大长虫，敢砸我牛大奔的场子？我的2位鱼要是没了，我拿你炖汤！给我趴下！就这点力气，给我挠痒痒都不配。春哥，一群蝼蚁！这黑水河是我的地盘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，全部留下给我当点心。子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？夫子的意思是，这河水流得这么快，你耽误我日夜赶工的进度，我就整你打得像逝去的人一样安静了。芊，这鳄鱼皮算工商里范围吗？先生，上等玄水鳄皮，保守估计能卖3万两白银。大言不惭的人类，我要把你嚼成肉泥！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力气还行，就是岩缝有点大，该剔牙了。放开我！玄水炮！先生小心，那高压水柱连金刚都能切开。子曰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”
你把我的玄水泡喝了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味道偏咸，杂质太多，差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水，刚好我的水力发电站缺个大公路水泵，我看你这体型正合适。我乃上古凶兽，是可辱不可，不对，是宁死不屈。想让我当水泵，做梦！子曰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你想走？问过的拳头了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脑浆都摇匀了。你服不服？当不当水泵？我当，我不仅能喷水，我还能调节水温。求先生给我个编制。老黑，带人过来，给这位新员工量一下尺寸，定制套水管连接设备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要看到他准时在抽水站打卡上班，迟到1分钟，扣半个月口粮。各单位注意，水力发浆举1号涡轮准备点火，2号水泵加压。听到没有，大长虫，赶紧给老子喷！今天水压要是达不到标准，晚上的红烧肉就没你的份儿。先生，电压稳定，可以合闸。推闸，迎接光芒。亮了，天亮了，孔先生真乃神人也！混账！本王的万叶阳珠呢？这大殿怎么黑得跟煤窑一样？大王息怒啊！黄八爷上个月拿着夜明珠去和平交超载罚款了，至今未回。咱们妖王王宫已经断水断粮3天了。那我的10万先锋兵呢？牛大纯死哪儿去了？大王，牛将军他们都在和平镇打会。听说今天水库竣工，孔先生给他们发了高温补贴和双倍加班费。牛将军托人带话回来说让您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他要留在那里分房子。反了，全反了！区区一个人类酸儒，竟敢挖本王的墙角！本王要亲自去会会这个孔凡，我要当着10万大军的面，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！这发光的是什么暗器？竟然没有半点灵力晃动，难道是人族的上古杀阵？前面的老头让一让，我挡了，老子拿块全新甲，我咬死你！岂有此理！区区一头未化形的狗妖，竟敢对本王大呼小叫！奇技药效，玩物丧志！我妖族嗜血的本性，全被这些铜臭味给腐蚀了！呸！什么狗屁和平镇，一丘之貉！老东西，随地谈谈，严重破坏市容市貌，罚款200温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罚我？我乃第1项目负责人，赶紧掏钱，不然抓你去施工场地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块极品水灵石买下你这半个钟子都绰绰有余。滚开！拿块破石头糊弄谁呢？咱们镇上买东西只认白总监发行的和平币，抗拒执法罪加1等。哎呦喂，哪来的乡下包子，敢在老娘的辖区撒野？这股阴寒的气息，还有这额头上的紫纹，她是500年前屠了人族3座城池后销声记的上古大妖毒蜘蛛女王，她竟然在这里扫地界！老娘这个月冲层流动红旗，要是因为你这口痰扣了我的绩效奖金，老娘今晚就把你吸成肉干挂在路灯上！怎么啊？
我没带你们那种钱。没钱？没钱就去工地干活抵债。看你这身子骨，去砖窑厂搬1天砖，刚好够交罚款。带走。那个新来的老头，说你呢？推车要用腰部发力，你屁股扭什么扭？没吃饭吗？黑旋风，你这个蜀挺王族的叛徒！想当年你在本王面前连头都不敢抬，现在居然敢教训我！等本王摸清了那孔凡的底细，第一个把你剁了喂狗！愣着干嘛？快推！马上就要开饭了，磨磨唧唧的，连汤都喝不上。看你老胳膊老腿的，干活也慢，算你大半个工。吃吧。哼，嗟来之食，本王就尝一口，看看这群叛徒天天吃什么猪食。哼。这世间竟有如此绝妙的美味。老人家胃口不错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干苦力的好苗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身边当个贴身助理，包吃包住，每天都有红烧肉？这力量怎么可能？他明明连一丝灵气都没有，难道是专门克制妖族的体修大能？也罢，本王就潜伏在你身边，找准你的死穴，一击必发。老朽愿意，多谢先生赏饭吃。很好，老黑，给他办个入职手续，岗位是镇长特别助理。帮我拿着书箱，随我去视察1号车间。区区几本破书，还想使唤本王？怎么提不动？提得动，先生的书真是厚重啊！老伯，今天的来宝手套产量如何？回先生，托您的福，老夫已经将浩然剑诀的心法融入了踩踏板的节奏中，1分钟能缝8双，绝对不耽误出货。浩然宗牛鼻子老道，居然被驯化成了这副德行，这书生到底施了什么妖貌？不行，本王必须试探一下他的深浅。妖王秘术，洞穿之眼，只要你身上有一丝破绽，本王就能。这车间里坐久了，筋骨有点僵硬啊。老白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车间里风沙大，迷了眼。白天算你走运，本王倒要看看你大半夜把人聚在一起，到底在搞什么洗脑仪式。子曰：“君子才取之有道。”谁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在咱们和平镇的意思？报告先生，意思就是只要我们乖乖听先生的话，每天按时打灰，就能赚到买2故事的钱。谁敢不讲道理，先生就用拳头教他做人。大春回答虽然粗糙，但话糙理不糙。身为管理者，要以德服人。如果遇到刺头员工，不要打骂，要用我们的企业组文化去感化他，让他明白劳动才是最光荣的。如果不听，那就只能让他像这块石头一样，重新回炉重造了。这特么叫有德服人！本王统治妖界3万年，靠的是血脉压制，这小子靠的完全是不讲道理的绝对暴力啊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囚禁我浩然宗长老与弟子！今日老夫便要替天行道，将这妖孽巢穴彻底抹除！不好，是人族上古杀阵九龙锁天阵。九龙锁天阵，孔凡啊孔凡，就算力气再大，也绝对破不了这阵阵。等你被大阵轰成渣，本王就立刻接管这座镇子。无知小儿，此乃我宗护山大战。莫说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便是那妖界之主啸天大圣亲临，也得脱层皮。交出我宗弟子，自废双臂，老夫留你全尸。劈死他！快用神雷劈死他！
先生，这阵法隔着了天地灵气，咱们砖窑厂的恒温窑马上就要熄火了，一窑的砖要是废了，损失上2000两白银啊！子曰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死到临头还在拽文，老夫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威难测。落雷！夫子的意思是，你耽误我赚钱，这事儿绝对忍不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我就九龙雷！给我下来，打回去！老白啊，你刚才抬头看天的时候，笑得很开心吗？是对我刚才的物理教学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？是老朽刚才笑是因为激动啊！哦，激动什么？老朽看到先生冲天而起的那一刻，就知道这天上飞的牛鼻子老道要倒大霉了。老朽是在替和平镇高兴，替先生这惊天地的七魁神的纯粹力量而欢呼啊！先生神威，天下无敌。算你机灵，去，该处理一下咱们的建筑材料了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夫乃浩然宗太上长老，半步飞升的大能，你竟敢把我扔进这污秽之物中，你杀了我吧！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你叔子的意思是，你这把老骨头硬度不够，拿去雕刻高档家具是没戏了。至于糊墙，我都嫌你这身老肉不结实。不过咱们镇上新建的公共厕所刚好缺个保洁主管，扫厕所，老夫跟你拼了！包吃包住，干满30年送你一套精装回盒，有问题吗？没吃饭吗？左边那个坑还有黄记，给我用力刷！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你一个身上连半点灵气没有的糟老头子，也敢来指挥老夫？信不信老夫一根手指碾死你？等等，你这老头身上怎么有股熟悉的妖气？这股阴冷霸道的气息，难道你是？少妇，赶紧干活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明天我就去举报你偷吃食堂的剩饭。白天那牛鼻子老道差点坏了本王的大事，孔凡这小子肉身成圣，绝对不可能没有修炼功法。今晚本王就偷走你的秘籍，找到你的死穴。果然有绝世秘籍，只要本王学会了这套功法，重回妖界巅峰指日可待。这他妈是什么鬼话下赤？这100个俯卧撑就能把九龙村镇给锤饱？这小子是在戏耍天下人吗？老白啊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给我的镇支擦灰，员工经验是好事，但要注意身体啊。先生，老朽看这阵势快掉下来了，想帮您扶一把，没想到闪了腰。
子曰：“不问自取，是为贼。”老白，咱们和平镇最讲规矩。鉴于你是初犯，明天你去体验一下咱们镇新开的员工福利设施，当一天搓澡工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哎呦喂，舒服！这才是要过的日子啊！那个新来的老头，过来给我把背上的泥搓擦。昨天在水库打灰，背上全是水泥渣子。本王乃是统御大荒妖的啸天大圣，这头蠢熊以前连给本王提鞋都不配，现在居然让本王给他搓背。老头，没吃饭吗？用力点儿！我们孔先生说了，服务行业讲究的是个力道。得劲儿，老头儿，你这手法绝了，比妖皇宫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太监强多了。拿着，这是熊爷赏你的小费。等老子这个月攒够了首付，在镇上买下那套2居室，就把我那老相好接过来享福。这日子给个妖王都不换。本王征战一生，踩着无数尸骨爬上王座，图个什么？每天吃生肉防暗算，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。在这里，只要搓个背，竟然就能换来一句真心实意的夸奖，还有钱拿。大王，不好了！黄八爷那个反骨崽儿带着一群流浪妖造反了，他们冲进妖郎宫，把您的宝座给劈了当柴烧。大王，您千万别回来呀！他们说要拿您的脑袋去和平镇换编制啊！老白，赶紧出来干活了！3号床的野猪大王等着你拔罐呢。干完这单，去食堂抢最后一份糖醋排骨。来了来了，造反，随他们去吧。那破妖王宫谁爱要谁要。这和平镇的五险金和糖醋排骨，本王吃定了。谁敢来破坏和平镇的安宁，耽误本王拿全勤奖，本王第一个捏碎他。白总监，孔先生，我黄老八回来了。那不是本王的万年紫金金王座吗？还有本王的九龙夜明珠，全被这狗东西给端了。孔先生，自从上次在磨坊接受了您的教诲，打工是没有前途的，必须跟对老板。我带着一群兄弟杀回了妖王宫，把那个穷的叮当响的破宫殿给抄了。这是妖王宫的地，吴常常捐给和平镇，只求省给我个正式编制。你个欺师灭祖的畜生！哪来的搓澡老头儿？懂不懂什么是弃暗投明？妖王算个屁！在孔先生的五险一阴面前，妖王就是个穷光蛋。先生，这批物资加上妖王宫的地皮，咱们至少能净赚10万两白银，足够建2个分厂了。子曰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先生，这句我懂，意思是看到好东西不拿，就是没有勇气。理解得很透彻。黄八爷，从今天起，你是和平镇拆迁办主任。老白，你经验丰富，跟着黄主任去一趟妖王宫，把那块地皮给我平了。平了？对，我要在那里建一个大型灵气化肥厂，明天一早出发。造孽啊！本王3万年的基业，今天竟然要亲手把他给拆了。孔凡，你杀妖诛心啊！大春哥，把那台重型推土机开过来，先把大殿的顶子给掀了。好嘞。区区蝼蚁，也敢染指妖族祖脉？今日起，这妖王宫便是我浩然宗的下院了。我的妈呀，是浩然宗的牛鼻子，快跑！
妖王已死，妖族当灭，把这里的东西全给我搬回宗门。欺人太甚，本王不装了。就算被孔凡打死，本王今天也要把你这只牛鼻子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老白啊，火气别这么大。子曰：和气生财。这可是上的万年沉水阴沉木，一尺就值100两银子。你这一脚，踩没了我在镇上3个月的伙食费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跟本座算账？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狗屁和平镇的镇长？在下孔凡，纠正一下，这块地昨天已经被我和平镇全资收购了。你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化肥厂的预留公厕用地。找死！给我站！子不语怪力乱神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块地，那就都留下来打灰吧。先生，地底下有东西，那是妖族传说中的上古遗迹。这下连买地基的钱都省了。拿铁锹来挖。大春哥，下面肯定有好东西，说不定是妖王的私房钱。放屁！本王的私房钱早被你个王八蛋偷光了。好烫！地底火山爆发了吗？3万年了，本尊终于重见天日。这是上古大凶兽，灭世炎魔。传闻他曾因一口气烤干了无望海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大家快跑啊！卑微的蝼蚁们，颤抖吧！本尊要将这大荒的每一寸土地都化作焦土。芊，记一下，核心温度2800度，焰色纯正无杂质。先生，这温度刚好能达到咱们化肥厂高级反应缸的加热标准。很好，这简直是量身定制的无污染全自动锅炉核心啊！你们2个两脚羊，在对本尊指指点什么？找死！就由地狱火给我烧成灰烬吧！先生小心，连灵魂都能烧成渣。子曰：有教无类。夫子的意思是，不管你是个什么垃圾，我都能把你教导成厂里的优秀员工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火候不错，就是脾气太暴躁，需要物理降温。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当锅炉工。芊，上合同。孔先生，鄙人精通通信法术，我要求加入化肥厂打灰小分队，不要工资，包吃就行。呼！我堂堂上古大妖，居然沦落到烧锅炉！
火大点，没吃饭吗？今天要是完不成200吨化肥的邓鹅10趟的红烧，你连汤都喝不上。比起烧锅和铲煤，本王去澡堂搓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啊！服务业怎么了？服务业光荣。先生，咱们厂生产的金灿蜡牌零气化肥卖疯了，大荒的灵草产量直接翻了10倍，各大散修和中小型宗门连夜排队来抢货。意料之中，产程跟得上吗？完全跟得上，有研磨和浩然宗的人加班加点，咱们的仓库都快堆不下了。但是先生，咱们的大麦动了中州商会的蛋糕。中州商会垄断了大荒90%的传统灵药市场，咱们的化肥让他们的高价灵药彻底卖不出去了。他们派人送来了战书，说要联合修仙界36大宗门，对咱们和平镇进行全面的贸易封锁和制裁，还扬言要把咱们镇踏为平地。制裁，子曰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”先生，这句怎么解？夫子的意思是，既然他们不想让咱们做生意，那就别怪我把他们的摊子全掀了。通知老黑备车，我要亲自去中州商会，给他们讲讲什么叫反倾销。去，哪里来的要饭的？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中州商会总部，把你们的破车拉走，别脏了咱们的白玉地砖。瞎了你狗眼，车上坐的可是和平镇的孔先生。你们商会不是下战书制裁我吗？我们先生亲自来给你们讲道理了。和平镇，就是那个卖破化肥的穷乡僻壤，制裁令都发了，还敢上门？赶紧跪下磕3个头，把化肥配方交出来，我们会长或许能赏你们一口残羹暂堪。子曰：“礼尚往来。”你这所儒念的什么经？想送礼？晚了。夫子的意思是，你们送了我一封战书，作为回礼，我就勉为其难地把你们商会给平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掺了玄铁的精金啊！哎呀，这坛金饼纯度极高，抠回去至少能给咱们化肥厂换2台进口撒蟹机。芊，格局大一点。今天来，咱们要的是整个商会。老黑，把这扇镶着灵石大门给我卸了，带回去装在咱们镇的公共厕所上。好嘞，先生。诸位仙长放心，只要咱们联合封锁，不出半个月，和平镇的经济就会彻底崩溃。到时候，他们那什么化肥配方，还不是咱们的囊中？打扰一下，请问哪位是钱大虫？我是来交涉反倾销法案的。孔凡，你竟敢硬闯我州商会！诸位仙长，此子猖狂之极，快用绝杀大阵将他镇压！此乃金元绞杀阵，用天下财系压人。孔凡，你再能打，也敌不过这如山的财富。芊，你看，子曰：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。”先生，夫子是说要咱们经受考验吗？不，夫子的意思是，天上掉钱这种大好事，既然落在我身上了，那就必须拿麻袋起来。啊！这不可能！哼！他不仅没被砸死，连一点皮都没破。你们是商会的代之道，太气客气了。既然你们喜欢用钱砸人，那我也让你们体验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重资本运作。芊，算一下，他们刚才试图谋杀我，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，加上这栋楼的翻新费，总共多少？回先生，按照和平镇最高赔偿标准，前会长和各位代表总共欠我们800万两白银。
如果不还，按照利息，下个月翻倍。800万两，你不如去抢！中州税账面上根本没这么多现银。没钱，没关系，和平镇向来以德服人。既然没钱，那就肉偿。从今天起，中州商会正式改名为和平镇商品中州总逮处。你们36个宗门全部转岗为地推销员。销售人，老夫乃商会之主，你让我去扫楼推销化肥？底薪2000文，提成5/1000。不签的话，我刚好觉得画厂的绞麻机转得有点慢，需要几个人形齿轮。签，我签，先生放心，推销化肥我最在行，保证1个月内让大荒每个角落都铺满咱们的金册了。老白，大新闻！孔先生去了一趟中州，直接把36宗门全给收编了。现在大荒所有的商路全得用咱们发行的和平币结算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武力打不过，现在连妖界的经济命脉都被这小子捏死了。本王昨天刚收到消息，妖豪宫的旧部想买卷卫生纸，都得排队去兑换和平币。本王不复国了，还是踏踏实攒钱买2株柿吧。这和平镇的五险一阴真香啊！为了2居士，为了全奖，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！老白，你疯了！你一个搓澡的，跑来工地抢我们搬砖大队的活儿，你这手速是单身了8万年吗？少废话！白总监说了，这个月谁的工分最高，奖励一套精装2居室的首付。这套房子老祖拿定了，耶稣来了也挡不住我说的。放屁！那套房子是我准备拿来娶隔壁翠花嫂子的。你一个糟老头子跟我卷，兄弟们，给我把搅拌机开到最大！黑野猪，你速度太慢了，就你这软绵绵的力气，还想娶翠花嫂子？回家抱你的枕头去吧！老东西，你敢侮辱我的爱情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违规操作，恶意破坏正级重点工程，损失上等灵砖3000块，特级水泥50桶。你们2个这个月的绩效清零，现在立刻去孔先生的办公室领罚。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。夫子的意思是，你们2个虽然物种不同，但在我的工地上必须给我和谐的把混凝土和好。如果不能和而不同，我就只能把你们俩合成泥，一起打进地地基里了。明白吗？明白，先生，我再也不敢跟老白卷了。先生息怒，老朽知错了，老朽一定发扬团队精神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其实我并没有生你们的气。你们这种为了2居室而忘我拼搏的精神，正是咱们和平镇最宝贵的企研文化。镇上的基建已经饱和，我决定开启一个跨时代的新项目，贯穿大荒的和平1号高速地腹。我要让大荒的特产1天之内运到任何一个角落。老白，我看你手脚麻利，脑子灵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高铁1序段的项目经理。老黑，你当先锋队长。先生，这可是肥差呀！您不仅没罚我，还给我升职了。咱们和平镇项项为财是举，不过既然升了职，担子也就重了。3天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把1肖段的100里路基给我评出来。完不成的话，我就把你们俩做成枕木，永远铺在铁轨下面。去吧，我看好你们。站住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想从黑风谷销路，必须交出过路税，否则老子把你们的推机全给掀了。
瞎了你的牛眼！我们可是和平镇高铁喜安部的，耽误了孔先生的工期，你长了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呸！什么只认咱们失踪的妖王大人？这黑风谷是妖王大人当年赏给我的封地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放肆！你这头蠢牛！妖王什么时候把黑风谷给你了？那明明是当年你输了牌，死皮赖脸借过去养猪的废地。你个糟老头子，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算哪个虫？本王就是那个被你们这群蠢货败光了家己的妖王。你现在挡的是本王的路吗？你挡的是本王的两居室，是本王的全勤奖。老朽警告你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，别逼我动手。我发起火来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听听，一个人类镇子里的搓窑老头，还敢大言不惭！哈哈哈！给我打！把他的安眠帽塞进他屁股里！子曰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夫子的意思是，看到你们这群免费的劳动力在这里闲逛而不抓去打灰，简直就是没有勇气。更好高铁的隧道缺几个纯手工的盾供机，这位犀牛兄弟的脚很硬，我看非常合适。老白，拿劳务合同来。黑旋风，把绳挂上，给老苏转起来。今天的隧道进度还差300米，完不全扣绩效。好嘞，全自动人工盾构机启动。别转了，老子要吐了！这特么是妖干的活吗？少废话！白总监说了，你这叫特种作业，每天额外补贴10文钱，干满1个月就能去美食街吃顿好的。等等，这气味，你这老头打我屁股的手法，还有你身上那股几万年不洗澡的狐臭味，你难道是妖王大人？你放屁！老朽是和平镇1标段项目经理老白，你认错妖了？不可能！妖王大人，您是不是被那个人类俘虏了？您眨眨眼，我拼了命也掩护出群讨你的头啊！本王下周就要缴2局的首付了，你敢坏本王的好事，本王现在就灭了你！完了，是断龙石，这玩意儿连妖王大人的全力一击都打不碎，隧道修不下去了。子曰：“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。”酸儒，念经也没用，这石头硬的邪乎。夫子的意思是，只要力气给得够，再硬的石头也能给你打穿。一拳把断龙石打成了灰，这他妈哪里是人类，这分明是披着人皮的远古魔神啊！老白，白天在隧道里，我看你出了不少虚汗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没有，能为和平镇的基建事业添砖加瓦，老朽浑身都是牛劲儿。不用紧张，其实我早就看出你有些心事。他发现了，他知道我是妖王了，完了，这下要被拉去修和核反应堆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天天在工地上吃土没有尊严？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大荒的妖怪们以前只知道打打杀杀、抢夺地盘，他们以为那是强者的尊严。但真正的尊严，不是靠踩在别人上获得的。你看外面，你看外面的和平镇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，用劳动换取报酬，能够安心的吃一顿饱饭，睡一个安稳觉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。先生，您有如此神威，明明可以轻易杀戮大荒所有的妖族，自己做皇帝，为什么要带着我们修路盖房子？杀了你们，那多浪费劳动力啊！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。只有让所有人都背上30年的房贷，他们才会死心塌地地拼了命地维护这个镇子的和平。这就叫以德服妖。
先生大义，老朽误了。老朽明天就去售楼处交首付。这辈子生是和平镇的妖，死是和平镇的死妖。妖孽孔凡，你囚禁我人族修士，践踏修宪尊严。今日大荒108宗门联军在此，誓要将和平镇夷为平地，鸡犬不留。完了，108宗门全来了！这可是人族修宪界所有的家底啊！他们要是砸了镇子，咱们下半年的 GDP 就全清零了。那是上古诛仙炮，一炮下去，整个和平镇都会化作飞灰。本王昨天才看中的那套南北通透的两孤躯，本王还没交首付啊！去你大爷的修仙界！敢毁老子的房！本王不装了，今天就算拼着神魂生巨灭，也要把你们一群群牛逼全都撕碎！老白啊，一把年纪了，火气怎么还这么大？动不动就爆衣，这工装扣50文钱。先生，他们可是……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夫子的意思是，这么多高素质、自带飞行法笔的快递小哥主动送上门来，咱们和平镇的幼幼庸司终于上市了。老黑，把我的加长版钢筋拿过来。先生，加长版钢筋来了！狂妄凡人，拿根铁棍就想挡住我108宗门的罡体洪流！主见听令，震天灵能炮给我轰平这座镇子！完了，这胖把山头轰没老朽的2句诗啊！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发射！夫子的意思是，对待你们这种不讲理的客人，我只需要一根棍子，就能把你们全部贯穿。哇哦，先生这串糖葫芦好大的手笔！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！怪物，结阵，马上结识古杀阵！孔凡，这是你逼我的上古诛魔大阵，碾碎它！先生，这阵法隔绝天地，硬扛不得啊！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夫子的意思是，温习一下刚才被我砸烂战船的痛苦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我接下来这一拳又有新花样了。给我镇压！芊芊，带上合同，去给咱们的和平快递公司招募第一批带件送货的飞行行员。排好队，不许交头接耳。拥有飞剑的站左边，拥有飞行灵兽的站右边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老夫乃堂堂剑尊，你竟让老夫去送快递，还要保证同城半日达。不想送快递？可以。老黑，把咱们砖窑厂的搅拌机打开，
我看这位剑尊阻隔精奇，刚好适合去当人形搅拌棒。我天！包邮区是哪几个山头？一拳干碎上古大阵，这小子根本不是人。本王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刚才忍住了没有爆衣，否则现在去送快递的，估计就是本王了。老白啊，地子挺干净吗？先生神威盖世，老朽扫个地算什么？老朽这就去工地扛水泥。戏看够了吗？先生，您真爱开玩笑，老鼠看什么戏呀？这几个月，你又是砌墙，又是搓澡，还跟着我搞基建，确实辛苦。不过，既然妖狼宫已经被我推平建了化肥厂，咱们是不是也该谈谈妖界与和平镇正式合并的条款了？你说是吧，哮天大圣？先生，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。老朽就是个搓澡的，哪里是什么大圣？搓澡的。第一天你在工地搬砖，那独轮车的车泽印深浅完全一致，这是顶级大妖才有的核心力量。更别说你搓澡的时候，那股若隐若现的威压，把雄霸的背都搓秃噜皮了。既然你早就看穿了，为何不早点拆穿本王？留着本王在工地上受辱？拆穿干什么？你这免费的顶级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再说了，你砌墙的手艺确实不错。空凡，你欺妖太甚，本王不干了！这股气息是妖王大人，真的是妖王大人！大王，您怎么变成搓澡大俗了？孔凡，今日本王便要洗刷这段日子的屈辱，把本王砌的墙、平的地，还有那套两居室的公积金，通通还回来！黑旋风、白芊芊，还有你们这群没骨气的叛徒，本王现在回来了！立刻给本王滚过来，随本王踏平这座镇子，重振我妖界巡风！大王，不是我不向您走，可是孔先生下个月就要我交巫峡乙音了，我还差2个月就能拿到本地户口了。是啊，大王。而且咱们妖王宫的地皮都盖成化肥厂了，咱们回去住哪儿啊？没出息的废物！几套破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，本王今天就先清理门户。马面，大王要下狠手了！子曰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孔凡，你敢拦我教训手下？纠正一下。他们现在是签署了和平镇正式劳务合同的合法员工，在工作时间没有我的批准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带不走我厂里的一颗螺丝钉。想抢我的劳动力，可以，按规矩，咱们用物理学来算一算围巾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物理学！凡，你以为本王是那些只会踩缝纫机的废物吗？本王大荒之主，掌控天地地象，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威！不好，是大王的终极杀招九霄紫雷诀，快住耳朵！子曰：“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在我的紫雷之下，就算你是金刚打的，
也得化作飞灰。电压有点低啊。大春最近在水库打灰，是不是没吃饭？发出来的电还不如你这一下够劲儿。昨晚改图纸没睡好，肩膀正酸呢。你这雷电理疗的力道刚刚好。既然你给我按了摩，那接下来我就免费教教你，什么是我的专属抡语绝学温故而知新。老白，准备好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世界了吗？不可能！本王的紫雷连玄铁山都能劈碎，你难道是上古神明转世？我不是神明，我只是一个每天坚持做100个俯卧撑的教书先生。子曰：温故而知新。你想干什么？夫子的意思是，把你打到重温刚才在工地上搬砖的痛苦，你才知道我接下来又有新招数了。走你！大王这下摔的，估计连翠花嫂子都不认识了。先生这物理教学太硬核了。孔凡，本王乃大荒之主，只要本王脚踩大地，就能源源不断的汲取地脉之力。地刺屠杀！脚踩大地是吧？行，那咱们换个没有地的地方聊聊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万米高空没有空气解裂，你总有力竭掉下去的时候，到时候大家一起摔成肉泥。力竭，那是你们这些不锻炼的人才有的烦恼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又念什么经？夫子的意思是，学了新的物理定律就要经常去复习，难道不是很愉快吗？比如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这叫高空无氧折返跑。完了，本王唐妖界霸主竟然被人当球踢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本王以后还怎么在大荒混？有种你就给我个痛快，别折磨我啦！痛快？咱们和平镇的员工守则里可没有早退这一句。结束了，本王3万年的霸业，终究是黄粱一梦。早知如此，老老实实在工地上当个项目经理，下周就能住上2指诸室了。我图个啥啊？你居然没废了我？为什么？我可是来砸你场子的。芊芊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。既然这么喜欢这座镇子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明玉镇长，大荒不需要无休己的争斗，不需要谁统治谁。我们需要的是修路、架桥、搞经济，是让所有的妖和人都能过上按时发工资的好日子。签了它，以后妖界与和平镇正式合并，你继续做你的镇长，享受最高级别的五小鹰和双狮优，但前提是带着你的手下好好干活，和而不同，天下大同。我签。孔先生，
从今天起，老夫就是和平镇最卷的打工人，谁敢阻挡咱们搞经济，老鼠第一个跟他拼命！老夫堂堂半步飞升的剑修，竟然在这里扫码，简直是修界的奇耻大辱。那个啸天大圣更不要脸，堂堂妖王，竟然被一个红本本就给收买了，骨气呢？老牛鼻子，你在背后编排谁呢？啸天大圣，你少在老夫面前装蒜！你丢尽了大荒强者的脸，有种现在就解开封印，跟老夫堂堂正正打一场！打一场？老朽现在的出场费是1分钟12000白银，你付得起吗？大荒的规矩变了，以前靠拳头，现在靠绩效。你这个月的准时送达率只有90%，再敢摸佣工，老朽扣光你的底薪，让你连员工宿舍都住不起。我扫还不行吗？别扣底薪，老夫还要攒钱买飞剑润网油。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先生，您来了。夫子的意思是，君子不能像个死脑筋的器曲一样，知道打打杀杀，要懂得灵活变通，适应职场。老白，你这个名誉镇长进入角色很快嘛？对了，先锋，咱们贯冲的哈平岛4厅间全线贯通了，各路妖王和人族宗主都到了，就等您去剪彩呢。很好，走吧，去让整个大荒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和而不同。1号车厢，浩然宗考察团，请出示车票。2号车厢，黑风洞探亲团，禁止携带活体家亲上车。先生，高铁还没发车，未来1年的车票就已经预售一空了。子曰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曾经的大荒，人族与妖族互相仇视，为了几块灵石打得头破血流。但现在，你们看看身边的人，大荒不需要无数己的流血，需要的是共同开发、共同富裕。以后谁再敢提拔剑渡法，我就送他去矿区挖一辈子煤。我宣布，和平1号正式发车。先生，老朽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不是当了3万年的妖王，然是能在您的手下当这个名誉镇长。报告镇长，不好了！前方300里处的断魂峡突然钻出一种丈太党石魔，刚好横在铁中间，高铁马上撞上去了。完了，那石魔防御力天下第一，高铁要是撞上去，绝对车毁人亡。防御力天下第一，有点意思。几万年没醒了，这地上怎么多出2条铁棺子？正好拿来剔牙。好大一个铁皮罐头！子曰：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哪里来的虫子，也敢挡本尊的路？给本尊碎！夫子的意思是，既然你挡了我的路，那我就只能在你的身体里开出一条路来。我的胸口漏风了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别乱动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断魂峡隧道的兼职安检员，包吃包住。先生威武，准点通过。
将军，老白，你又输了。这个月的财老金得拿出来请老夫喝茶了。放屁！老朽刚才是手滑了，再来一盘。第一季度的灵气化肥销售额再次翻倍，咱们的高铁线路已经覆盖了海妖一族的地盘，利润非常可观。白总，海妖那边派代表来了，说想把他们的水晶宫抵押给咱们，换一套和平镇新城区的学区房。告诉他们，水晶宫不值钱，必须附带1万名海漏来海鲜加工厂上班，否则免谈。好嘞，白总英明。先生，咱们的商业帝国已经彻底依了整个大荒，现在再也没有战争，没有饥饿了。是啊，总算是把这群只知道打架的家伙都培养成合格的打工人了。子曰：天下大同。